为什么今天骆师傅要把杰夫变成一个动画娃娃？你不觉得你动画版比较可爱吗？是这样吗？那所以你今天的造型，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关吗？当然喽，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天桥上魔术师吗？但是天桥上魔术师不是哈利波特吧？你给我一下！啊！慢上，慢上！赶快都不要开车门！ OK，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了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好看的节目才不会漏接哦。对，好，骆师傅终于有开场白。没错，没错，没错。哦，这种重责大任。对对对，而且第一次有开场白之后，造型也变了哈。就是不能哈利波特，只能这样啊。没有，这是天桥上的魔术师的背景时代的造型。是啦，就是80年代哈。对，80年代。85，而且是85以后。1985年。对对，1985年。对对对，很明确的年代的设定。对对，1985年我在干嘛？我还没出生吧？最好是。对不起，我笑太大声。我小时候就是被讲说，就是西门町是一个就是龙蛇杂处。对，所以我们就是乖小孩不能够去。我们都去西门町看电影啊。我们没有那时候念书嘛，要回老家的时候，一定都要经过西门町，然后去西门町那个狮子林啊，打电动，然后打完再回家，再去台北车站坐车这样。狮子林是很精彩的地方。所以那个天桥我是记得的，但是啊，里面还有那一家小吃店啊，塞门邓普拉吗？其他火车的那个我也有印象，还有那个变成那个模特经纪公司的大楼，中国时报还是什么时报？那个他一直都在，但是在剧里面并没有讲到他了，但他有在背景里面出现，这些都是旧回忆的，对，没错，对，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剧的主题？没错，消失。其实这个剧的主题，我觉得比起就是它的 slogan 是消失才会发现真的拥有过这件事情。对，其实我觉得有更多他要讲的事情是那些过去的风华，然后跟我们的回忆，对，然后还有那个美丽的年代，对，跟传统记忆。其实80年代真的是一个还蛮有趣而且美好的年代，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台湾人烟角木，台湾人烟角木，台湾人烟角木是那个时候是台湾前烟角木，台湾前烟角木，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哦，那难怪，因为那时候经济起飞嘛，所以其实大家整个生活是开展。就的确是会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跟回忆。第一件事情，天桥上的魔术师，他是什么样的星座？天桥上的魔术师的话，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因为我是大概2-3年前就先看了小说，他先看了小说。那天桥上魔术师这件事情，就会想魔术嘛，一开始想到就会跟双鱼座就会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双鱼座真的管很宽哈，从迷幻药开始管，一直管到宗教，管到艺术。就住海边啊。对，那其实魔术这件事情，或者是魔法，它或者是幻术、幻觉，这其实都是双鱼他在管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会想说，哦，那可能是双鱼座的影片吧。那可是因为我看小说，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其实也会让我有很多的魔幻的感觉在里面。魔幻的感觉。对，那但是看了电视作品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有这个魔幻感觉，它依然是有的啦，但是它会有更多的是那种怀旧的跟记忆的这件部分，而且包括它里面也包括讲各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对，然后还有他们的过去的美好的回忆。是这件事情，其实包括最后就是说，如果你不被记得，你就会消失嘛。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又跟巨蟹有很多的关系。哦，双鱼跟巨蟹，对，两个都是住海边的。好，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会讲说，巨蟹就是跟家庭有关。我们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其实也有提过这件事情。对。但是其实巨蟹它除了家庭以外，它其实也跟我们所谓的根源、跟过去，包括我们的这个怀旧风格。怀旧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跟巨蟹是有关系的，对，所以不要说只有巨蟹是管家，它只要是跟任何传统的艺术或者是传统的文化
然后或者是这种复古风，其实也都跟巨蟹会有扯上关系。电视版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它是巨蟹座。我觉得他讨论了很多这个部分，然后以及其实双鱼他也有讨论啦，包括他最后一集在讲到就是电影的这个部分，也是双鱼感的、双鱼管的嘛，所以其实双鱼跟巨蟹的符码，其实我觉得都交织在一起。骆师傅他是很好读书的，我常常就是敲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念书，我就想说，现在还有人在看书吗？好，没关系。好，是吧？我要说你多才多艺啊！好，是，好，对，好，你看完书之后，你觉得电视版的《天桥上的魔术师》是有一点差异的，对不对？差异还蛮大的，真的吗？你觉得哪里？对，其实因为在看整个小说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想象力会去编织那个画面，对，所以其实你就会从那个文字里面，每个人的感受度不一样。那再来其次的话，就是小说它的方式其实是每一个人用不同的视角去各自表述对于中华商场的回忆，以及对于魔术师的印象。对，所以其实他到最后，你会感觉好像有一点是有一个人去搜集每个人的记忆片段，然后去拼凑这个魔术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所以其实他的小说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架构出一个回忆中的中华商场。对。那但是电视剧他如果说他会觉得，如果用这样子演，可能导演他有他的选择，所以他是以就是那个时代背景，然后去串起所有的，就是把它所有的一篇一篇小说里面的篇章，去把它重新组合，并且串成一个比较完整性的故事。登场的人可能每一集都有每一集的主角嘛，对不对？但是有的并不是在小说里面有太多的。就是可能你会知道说哦有这个人，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多的戏份，就是已经死了，或者是说已经提早就是怎么样的，对，领便当重新编写啊，但是这也不是不好哦。导演从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新的想法或启发，这是好事哦。而且因为其实像《天桥上的魔术师》，就张董所说，还有漫画版。然后漫画版的剧情其实又跟电视版跟小说版又不一样。那因为我只有看过小说版，所以我不知道漫画版又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创作。那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每一个媒材它都会运用它善用的优势去展现它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谈小说了。电视剧里面来讲的话，刚刚讲到差别性，小说里面比较少提到的，但是也是在电视剧里面比较多琢磨的，那就是 Nolly 这个角色啊。对 ，Nolly 这个角色从第一集就开始铺陈，对，就是铺陈他是一个品学兼优，但是稍稍有点花心，因为他蛮常换女友的，就长得帅啊。对。到了他的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不一样的心理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是也要爆雷。没有啊，就是反正大家都看过，没有看的呢，就先赶快去看完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走向爆雷的路线，就对了，一定要啊，不然大家我怎么会知道他角色是什么？气死我！好，骆师傅又很认真的去假设了一下他的星盘是怎么样。我们在戏中我们可以发现说 ，Nolly 他会有一个在性别上面的认同或者是自觉的一个矛盾。对，那其实我们一般在占星学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杰夫他就很习惯说啊，那什么星座比较容易有这种就是跨性别那个？我跟你讲，其实任何星座都有可能，但是关键是在于说我们在星盘里面，如果说我们控制阳性跟阴性的行星，例如说金星跟火星，它可能会产生克相的时候。尤其是4分克相的时候，它格外的容易会有那种我是男儿生女儿心，所以我觉得我是个女生，或者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女汉子，所以我就是一个男生，对，或者是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挣扎，对，或者说在性感或性欲表达上面会有某种程度上的矛盾，就即便你没有性别认同，你也会有这种在性上面表达的困扰，可能太粗暴或太不足啊，或什么之类的，这其实都会牵涉到我们关于金星以及火星，他们在上面的不和谐。对，那如果你要讲神话小故事，就会讲到维纳斯跟战神。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就直接讲星盘就好了。我很想听讲一下好了。
神话时代的时候，其实金星维纳斯她就是爱的女神、美的女神哈，所以原则上她就掌管了很多阴性的能量。而火星呢，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战神阿瑞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线索。那第二个线索是我们大家，尤其是他的妈妈，在疯狂的求神问卜，在找 Noli 的时候，他找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单子，对，它上面有写了 Noli， 它是58年次。Noli 的星盘，如果我们翻到1969年，然后跟火星跟金星4分相的时候，对，你觉得它太阳会落在哪里？我怎么会知道？好了，我不知道，我知道就来也是，但那我也是翻了星历表，然后整年的星历表这样子翻之后，筛选出来所有的火星跟金星是刑克的这种，会容易产生我们在所谓的性能量上面的不协调，或者是性别认同上面会容易有一些纠结的一些状况底下的这个时间上面的话，它太阳会落在天蝎。对，什么东西哦？对，那刚刚好啦，我觉得是刚好。只是每一年的金火刑克的时间不一定都在天蝎，只是那一年刚好是在天蝎。哦，对，那然后再加上就是在剧中的 Noli 他的一些身世，包括他妈妈一直很炫耀的，就是5岁就被观音妈收做 K 囝这件事情，其实也会让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点像是那种被人家挑去当活佛转世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往往这时候他的12宫就会有星。12宫是我们的玄秘宫，会管理我们一些前世今生业力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你也看到，就是Noli 他在剧中有很多的这种前世今生，就是5岁当观音嘛，然后跟神明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连结，就是对。那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如果说我是定在这个金火刑克的这个期间去筛选他的这个星盘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天王星有一段时间是落在12宫里面。那天王星落12宫的人，有一派的说法是说，其实他在上辈子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有高度的智慧跟高度的悟性的人。木星跟天王星落12宫都容易是有这样子的前世记忆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是这么的注意说小孩子什么时候生，或者是甚至是挑那个时间去剖腹产，其实他都是会要看小孩子的星盘是那个时候是好的，他就去剖腹。对，那或者是那个时候一定要生。那反过来说，我们会在世间看到很多就是要去找活佛转世，或者是某一些预言说什么什么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孩子怎么样，其实它就是某种程度上是从星盘上面去反推。就例如说，如果说今天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他跟当朝的国王是刑克的，那就是要去杀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会克国王，或者是克老爸、克老妈，所以就要去杀这样的人。这种事情就是古代才会发生，现在应该不会了。对，所以刚好就是 Noli 的这个盘，它这样子，我刚好也找到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它的天王星跟冥王星都会落在12宫里面。那往往就会变成说，它前世就是可能是有某种程度的灵性开发，所以也就是说，一出生就被观音妈选做 K 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一出生就是凤凰的意思。其实一出生之后就是管1宫的事，就12宫就没有关系了。只是说他的那个跟12宫有关的会在12宫管。那1宫的话，也就讲到说他的木星跟金星2颗星都落在1宫，而且同时他的木星是落在天秤，金星是落在1宫的天蝎，所以就会变成说上升。它上升是大家想到的帅哥美女的星座天秤座，就已经是变成说它展现出来就是一种天秤座的优雅，或者说天秤座那种很容易是长得好看的人，再加上它的金星在天蝎，然后又会有其他的相位。我们星盘里面只要有金星相位的人，原则上都长得不会太丑，因为金星就是管着美。那即便是刑克的人，他也不会因此而变丑。而是说，他只要有这个相位，他就容易展现金星的能量，所以这是我们一般人会误会，就是说所以金星刑克就是丑，不是，是金星有相位就容易发展金星的能量。你讲了几个，我已经中2个，哪2个？就是上升跟太阳。上升太阳可是外表不是太阳管啊。是金星跟上升来看一下，没礼貌。好，回归。所以你就看到说，在命宫里面，它有了木星跟金星2颗，
就是比较外显的，所以木星落一宫的人，他就会展现出什么？他的自信，对，他的开朗。所以在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Nolly 他总是那么的有自信，而且开朗，然后跟大家是很可以在一起，因为他的上升就是在会交际的天秤，木星又在天秤又在一宫的时候，他就会是一个我可以跟大家都很好，而且我展现出很明亮跟自信的那个样子。其次就是金星，金星就是我的长相已经是好看的人，又落在命宫就会更好看，对。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因为他的金火是刑克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在这个方面就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纠结。那再加上当时的命盘的星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整个行星有一大半都落在星盘的下半段的左前方。对，所以他有很多是自身的那种内心纠结的问题，是他的人生课题。在剧里面他自己就很纠结，就是在外面给人家的感觉跟在柜子里面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对，但是这个又会跟我们之前阳光普照提到的大哥又不太一样，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这是星盘很有趣的地方。真的很有意思哎。对，而且光是要跟阳光普照比的话，同样是一宫有星，当时阳光普照我们讲到陈建和，他是冥王星可能落一宫，那冥王星落一宫是会让很多事情会变得很负面，或者是小时候经历了很多巨变。可是木星落一宫的人，原则上一出生就是万般受宠，受到尊荣。其实某种程度上，跟一些上升射手或上升狮子的人，也都会容易有这种一出生就是容易得到大家的注目，或者是容易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好运跟资源。大家听懂了吗？如果不懂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那个骆师傅免费为大家解答一下。什么免费？没有。讲完阿派之后啊，其实不是 Nolly 啊。讲完 Nolly 之后啊，其实我们要再来问一下骆师傅，在这个剧里面还有哪一个角色是你觉得我们可以拿出来说的？因为其实整出剧在小说里面 ，Nolly 的部分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琢磨，对，尤其是在关于性别多元这个议题上面，对。但是反而在小说里面有一篇是提到跟这个比较有关系的是西装店的唐先生。唐先生，对，唐先生的那一篇，他有比较多的是有这样子的隐喻。那当然在电视剧里面也用了唐先生的这个桥段，虽然说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同样的也是在讨论一些比较同志情谊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啊，我是整个觉得所有他要讲的东西都是很隐晦的带出来，我就觉得我得要想好久。但我觉得这很好啊，因为如果说太直接全部脱光了，就是不好看啊。也是。对啊，用隐喻的方式，我觉得它会某种程度上诗意跟美化。想一下，对啊，去想一下，思考是好事。对，那唐先生这一集就跟阿派有一些关联啊。阿派就是个美男子嘛，对不对？对，也算是 Nolly 以外另外一位天桥上魔术师的颜值担当，只能是这么说。